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努，欢迎来到想想实验室，这里有好多新奇好玩又有趣的故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远古巨人。大家一定听说过各种关于巨人的古代神话吧？虽然说是神话，但其实在世界各地也发现了超多远古的巨石建筑。我觉得这些建筑在某种程度上好像也验证了巨人的存在。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巨石建筑的石头吧？那真的超巨的耶，根据测量，有些石块甚至达30吨重。虽然重成这样，却完全没有影响到工法精致的程度。手笨到不行的我，每看一次都会怀疑人生一次。超想知道他们到底怎么盖的。古代人是不是真的没什么事做，整天盖这种东西来挑战自己？另外，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小岛上，居然还有些巨石建筑超像巨大坟墓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远古巨人曾经存在的证据。在开始之前，请订阅我们，打开小铃铛，留言让我们知道你还想听哪些故事，我们全家都会很感激你的。在许多的古文献跟神话传说，全世界的人类都很有默契的各自记载着巨人相关的资料。这些代代相传的故事里，都叙述着我们的世界以前曾经存在一些巨人。这些巨人有各种故事，有的帮助人类，有的跟人类生小孩，有的攻击人类，甚至吃掉人类。像是在北欧神话里常常提到这些巨人高大而且有超能力，甚至在天神打架的时候，巨人们还可以喊加加一起打。在美洲原住民的传说里也存在一些巨人的故事，例如有些印第安部落就有关于巨人的记载，描述了巨人巨大的体型跟强大的力量，还有他们跟巨人之间的战争，甚至还有确切的地点。在亚洲也有许多古代传说出现过巨人，例如印度教的史诗就有关于巨人族罗刹的故事，日本也有酒吞童子跟晋级的巨人。没有啦，我开玩笑了，没有晋级的巨人。还有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床边故事也常常提到巨人，像是盘古啊、夸父啊、海和尚之类的。另外还有台湾原住民的各大族也有自己的巨人传说，像是太鲁阁族的瓦坦马汉跟达悟族的西基雅悟。全世界的人类都不约而同地说出类似的故事，你们不觉得这真的是太巧了吗？还是真的有所谓的集体潜意识啊？大家一起觉得那里有个巨人族要欺负我们啊，人类要团结啊，有可能是这样吗？或者会不会是我们的祖先跟晋级的巨人剧情一样啊，都被某个王洗脑了？除了这些神话故事以外，有时候也会有人声称看到巨人。例如1892年的时候，有一位法国科学家声称他在研究了地中海沿岸挖掘出来的骨头，判定这些骨头属于身高超过300公分的人类。还有在1950年，有个人声称他在农场里面找到巨人的骨头。1988年的时候，也有人声称看到盗墓贼在卖巨人的手指。还有一个比较现代一点的例子，去年有个加拿大网红 Andrew Dawson 发了一段目击巨人的影片，观看次数超过300万。不过后来他发了一段影片说，这只是为了增加点击率而造假。最后他还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去世。为什么我说很奇怪？因为他发了一部影片说，我觉得很害怕，你们可能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影片了。没多久之后，他的家人就发布他去世的消息，是不是这很奇怪？这些类似的巨人传说故事，再加上各种离奇的目击事件，都会因为人证物证消失而草草结案。这样就让许多人都怀疑这些传说其实是来自某个事实根据，也许掌控这个世界的人想要隐藏些什么。这种种的一切，真的会让人怀疑地球上的一些古代巨石遗迹很可能就是巨人曾经存在的证据。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到处都可以看到巨石文化遗迹。我们就先从地中海的中心马耳他岛开始讲起。据说大概在西元前5200年左右，马耳他岛的第一批居民从西西里岛迁移到那里。在马耳他岛上有一些很有名的神庙，关于这些神庙，当地有个古老的传说，曾经有一个只吃蚕豆跟蜂蜜的女巨人生活在那里，而且她跟一个平民男子生下了一个孩子，然后她背着孩子建造了这些寺庙。其中有一座神庙的名字很有趣，吉甘蒂亚。这个名字如果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女巨人的意思。这座神庙是欧洲目前发现最古老的巨石建筑之一。主流的考古学家估计，这些神庙群最老的神庙大概出现在西元前3600年左右，所以至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些建筑的年纪比埃及金字塔都还要老，到现在还有一些高达600公分左右的墙壁还是站得好好的，从来都没有倒塌过。
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建筑耐用的程度真的蛮猛的耶。这代表什么？代表在埃及文明出现之前，人类早就已经掌握了某种高超的建筑技术。我们是不是应该推荐上好好去跟人家学习一下？而且你们知道吗？神秘的是，历史学家到现在都还无法解释古代人类要怎么在没有金属工具跟轮子的情况下，精确的排列每块重达2到30吨的巨石。因为就算在现代，用起重机也很难举起这么巨大的石头。接下来介绍另一个更神奇的神庙——姆纳拉。主流考古学家推测，这座位于马耳他岛南方的神庙是一个用来观测天体运动跟时间周期类似天文台的建筑。它的特殊结构完全对照着太阳力，所以能够观测太阳跟月相的变化。例如，神庙的位置在春分的时候，也就是白天跟黑夜等长的时候，日出可以从中央走廊照亮整座神庙。而且一些窗户跟通道也可以用来观察特定时刻的日出、日落，还有特定日期的月相。所以他们推测，这座神庙是用来观测这些东西的。古代人可能需要观测这些来配合他们的节庆啊、农耕啊，或是宗教仪式之类的。但有趣的是，马耳他大学有一位教授保罗·麦可列夫，曾经在他的书上声称，这些神庙建造的时间比主流考古历史学家认为的还要早数千年，可追溯至西元前12000年左右。因为他研究了当时地球的倾斜度，发现那个时候的夏至阳光刚好可以穿过神庙的主要入口，照射到祭坛石的中心。另外他也提到，这种超精确的对齐方式可能要花费很久很久的时间，还有非常非常高深的宇宙学知识来计算，才有办法建造而成。这就让很多的外星生物创造论支持者更相信保罗教授的说法。他们认为马耳他人民拥有这种超猛的宇宙建筑技术，是巨人们教他们的，而且这些巨人来自于其他的星球。除了巨石建筑之外，马耳他岛的南部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史前遗迹，研究者戏称为 Clapham Junction 的神秘车侧。我先讲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因为那个地方长得跟伦敦的 Clapham Junction 很像，所以他们就这样叫它了。在那里有一堆错综复杂、很像轮胎痕的超大深沟，平均深度60公分，宽110公分。你们能想象吗？到底是怎样的力量或者是技术造成这么深、这么宽又超长的痕迹？而且这些深沟不只出现在马耳他岛上，还出现在附近很多的群岛上。有专家推测，古代人类可能在马耳他岛上使用这些沟槽，把那些巨大石块运送到不同的地点。因为当时的海平面可能比现在还高，这些沟槽就像是巨大的滑道，可以让石头轻易的从高处运送到低处。但其实专家有尝试过用一些工具来测试这些理论能不能成真，可是好像完全没有办法重现。这就完全能证明这些古人类早就拥有远超于我们所想象的建筑技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就让很多人相信古代人类利用巨人之力跟这些沟槽将巨石运送到需要的地方。这些超级夸张的巨石建筑跟神秘车侧让你觉得神奇吗？接下来介绍的会让你觉得更神。意大利的萨丁岛。在萨丁岛上有许多跟马耳他岛相似的古老石头结构，它们被称为努拉吉。这些努拉吉是圆锥形的塔，顶部被切平，好像是盖好之后直接被切断形成的。学者们在萨丁岛上发现了大约有7000座的努拉吉，但这个数字只是粗略计算，实际可能高达2万座甚至更多。据研究指出，这些努拉吉是由大概在4000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努拉吉文明所建造的。他们用巨大的玉岩石建造了许多的塔、墙，还有蜂巢室。这个文明出现在西元前1800年左右，并且在西元前200年左右神秘消失。看到蜂巢室，还记得前面讲到那个只吃蜂蜜跟蚕豆的女巨人吗？会不会是巨人很喜欢吃蜂蜜，所以才盖了一堆呢？另外，在萨丁岛上还有发现超多很像坟墓的巨石建筑，这些被称为巨人之墓的建筑数量接近800座。根据这些所谓巨人之墓实际的测量，大概可以放一个250到350公分的人进去。不过，这些关于努拉吉文化的巨石建筑群到底是为谁而造的，还存在了很多争议。目前考古学家都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但有趣的是，关于巨人之墓有一些离奇的事件跟传闻，许多不同时期负责挖掘的人都提到，他们在这些装有陪葬品跟青铜家具的坟墓中，发现了很多具超过250公分高的巨型骷髅。你们记得吗？前面有提到的尺寸，这些骷髅的身高跟巨人之墓的尺寸完全相符。但就像前面提到的，这些传闻的物证最后都会离奇的消失。另外，在萨丁岛上还有一个神秘的巨大石像——蒙特普拉玛巨人。这些巨人是在1970年的时候，在萨丁岛的西海岸发现的。他们的数量超过40个以上，身高超过240公分。但是在一开始发现这些石像的时候，他们其实全部都是碎片。后来当地政府找了一些专家，把这些碎片慢慢的拼凑起来，完成之后有在当地的博物馆展出。所以如果你现在去萨丁岛，应该还是可以看到他们。这些神秘的雕像最好玩的就是他们的脸，长得真的超像《星际大战》里面的 C3PO， 不知道导演是不是有来参观过。这些雕像被认为是当地居民的雕刻艺术品，但奇怪的是，他们到底打算雕刻什么？之前我们有提到过，人类其实没有办法想象没有看过的东西，所以有些外星生物创造论的支持者提出，这些雕像可能代表了曾经生活在岛上的真实巨人。除了这些以外，萨丁岛上还有另外一个谜团——树石纪念碑。这些石碑四处散落在岛上，数量高达300多个。而且奇怪的是，这些石碑都刻着上下颠倒的人形，看起来就很像是在画一个人从天而降到地球上的情景。但是当地没有找到任何文献明确的解释这些图案到底代表了什么，所以有些人认为这些纪念碑可以代表从天而降传授知识的人。而且你们知道吗？这种崇拜半人半鸟的文化，其实在世界各地的国民都曾经出现过耶，像是苏美文明啊、印加啊、印度啊、中国啊、埃及等等。例如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那个阿努纳奇，就是一个很典型拥有翅膀跟超能力的巨人神。而且在萨丁岛上还有一个头被削掉的金字塔，它长得超像苏美神庙的。最神秘的是，你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离地中海其实也超近的吗？会不会是那些阿努纳奇们也曾经出现在萨丁岛上呢？你们觉得我们的祖先到底在天空看到什么？是看到超大的鸟在那边飞来飞去吗？还是看到了什么超越当时科技的飞行器？除了这些在萨丁岛上各种神秘的建筑跟雕像之外，在地中海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费伦蒂诺。这里被认为是罗马时期的文明中心。传说中这些巨石城墙是由土星守护者克洛诺斯所建造的。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克诺洛斯。克诺洛斯就是泰坦巨人中的领袖，他也是宙斯的老爸。传说他推翻了自己的父亲，带领希腊人进入了所谓的黄金时代。巧合的是，这个黄金时代也在罗马的神话中出现过。在罗马的黄金时代里，土星守护神曾跟亚努斯一起统治地球。你们有发现吗？这些神话好像跟这些巨石遗迹完全连接起来了。费伦蒂诺曾经是罗马的文明中心，曾经被巨人统治过，然后拥有很多的巨石城墙。而且最有趣的是，在这个古城里，你可以看到巨石堆叠起来的城墙，从底部的最大的巨石越往上越小，越往上越小。历史学家指出，这些城墙完全展示了不同时代的分层。他们可以从中辨识出最大的巨石是来自罗马之前的时代，再来是罗马时期，最上层的那些就来自于中世纪。这就让专家们认为，罗马时代之后，古代文明某些高超的建筑技术已经完全失传了。讲到这里，你们觉得这些建筑或是车辙，如果不是巨人弄的，合理吗？那些超巨的石块，这么弱的人类到底要怎么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搬运跟精准的摆好位置呢？我自己觉得这种技术已经超乎常人能力的范围了。古代人再怎么无聊，也很难这样搞吧。而且这种高超技术的流失痕迹还完全的展示在费伦蒂诺的古城墙上。看完这些之后，你们有没有感觉真的有那么一点间接证实了这些巨人不只是传说？也许在古代，巨人确实在地球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说不定哪天在我们的 DNA 里面就突然发现了从来没发现过的物种 DNA。你们不要觉得我在乱讲你们知道吗？其实好几年前，科学家也认为尼安德塔人根本不会跟智人杂交。
这巨人话题真的很有趣，不过做这个巨人话题就一直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事情。每次国小参加拔河比赛的时候，只要跟我一队，永远都可以少2个队友。难不成我就是那个留着巨人 DNA 的稀有种吗？好了，不讲干话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订阅、点赞、分享，下次见，拜拜。